Hello， 大家，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烦恼？兴趣很多，什么都想学一点，但怕自己不够专业、不够专注吗？我以前一直卡在这种矛盾里，但我后来发现，这个特质不是一件坏事，它反而让我完成了很多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今天想跟你分享我是怎么在成长过程中整合这些兴趣，让它变成真正有用的能力。我不会说这是一条简单又或快速的道路，毕竟值得的事情需要时间去累积。如果太容易做到的话，那就不是你的特色了。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一点启发和方向，勇敢走出自己的路。你会不会常常对新的事物感兴趣，学新的语言，弹钢琴，或者是剪影片，在追求新鲜感的同时，又很容易在第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马上放弃吗？没关系，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我后来发现，如果你决定开始一项新的兴趣，那就至少拜托自己坚持3个月，给自己一个试用期，不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马上放弃，因为这段旅程带给你的东西，最后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总比起最后什么都不做才在后悔好。大家的时间都有限，而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容量限制的，你都可以做，但是厉害的能力需要时间去刻意练习。所以我们要懂得排自己的优先顺序，找出自己的 priority。那你可以用艾森豪矩阵去排列。第一象限呢，就是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学校的事或者是工作上的事。该把书读好，你就去认真读书；该把工作做好，那就有效率的去处理。毕竟是吃饭的工具。当然要记住，如果已经开始上班的大家，下班后的时间是你的时间，不是老板的时间，所以要记得把它拿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培养兴趣或者是躺着休息都没关系。尽量每天都给自己的大脑有放空的时间，因为在亚洲社会工作的大家，我们的生活步调真的太匆忙，必须要有意识的放空休息，才能让你更清楚目前前进的方向。好，再来就是重要但没有那么紧急的事情，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副业经营和兴趣发展，像是练琴、学新的语言、健身和财务规划等等。没有人可以在1周内从不会看谱到可以弹肖邦，也不会有人去健身1周就会有腹肌，更不会有人可以学习英文或日文1个礼拜就可以跟当地人流利沟通。所有看起来很厉害的能力，都是大家愿意花时间花金钱去累积出来的，而愿意牺牲自己休息时间拿来学习的人，值得拥有更多。在建立自己的品牌跟事业之前，大家难免都要先去当打工人，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笔资金可以开始运用，同时也在这期间先模仿及观察已经成功的人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能让你在这期间遇到愿意带领你的导师或者是贵人，那是再好不过。但是我相信经验会是你最好的老师，如果老板很机车，同事又不给力的话，你也可以学会如何应对及放松，毕竟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not our business 再来就是不重要但是很紧急的事情，比如说做家事、洗衣服、倒垃圾。大部分的人不会因为没洗衣服明天没得穿了，所以只好去买新的衣服吧。又或者是说你家的垃圾已经满出来，再不倒已经没地方放了，所以只好再买一栋新的房子了。所以说到底确实是蛮紧急的。最后就是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没做也没关系的那种，可能是打电动或者是看电影。如果都想做的话没问题，就是运用表格帮自己整理思绪，可以让你在时间有限的状况下帮助你完成该完成的任务，也能让你放心的做比较没有生产力的事情。毕竟有时候放松也是一种休息，对吧？最后多多少少还是会担心，那这样以后找得到工作吗？别想太多。如果你跟我一样还在20几岁，前10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也才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要好好运用现在的时间去寻找未来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至于工作呢，是一定找得到的，只是好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有，所以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给了我们杠杆的机会去放大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决定拍影片的初衷。我们努力的意义不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里放眼望去都是自己喜欢的人、工作和生活吗？学会用探索的心态面对自己，不要太着急定义人生的方向，毕竟我们还年轻。多少要注意的就是，当你选择大方向去深耕的时候，不要太轻易的被挫折打败，因为每个选择都会牵扯到你后面的人生故事。3分钟热度不是一个好习惯。前面已经提过筛选顺序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细项分配你想做的事情。以我自己为例，音乐和英文已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超过3/4。学习钢琴和英文呢，是我爸
爸妈帮我点燃。我很庆幸自己有坚持学好这2项，为了让火焰能继续燃烧，燃料就是你在其中得到的成就感。因为只要有练琴，你就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成果。随着我能掌握的曲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最后也让我在大学毕业时顺利完成个人音乐会。虽然练琴的过程很烦很枯燥，但是当你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所有的努力会变成你源源不绝的成就感，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只有用尽全力才能让你在舞台上看起来毫不费力。对于英文有多有用，在我出国交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英文真的是全球通用语言，它帮助你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让你可以跟不同成长背景的人沟通，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分享台湾的文化给国外的大家。加上很多第一手消息都是以英文呈现，所以学好英文能让你离世界更近。觉得有点可惜的部分就是我们不像日本有漫画，韩国有 K-pop， 台湾虽然现在已经不会被误会成泰国，但是全世界都在关心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学日文是从我高中的时候种子开始萌芽，日本对我们来说大概就是从动漫到生鱼片吧，好像有某种魔力吸引着台湾的大家。学习日文也就是自然而然，加上看得懂汉字的我们学起来其实很快。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可以用日文跟当地店员沟通，也是蛮好玩的。虽然很多时候都会听到日式英文，但我就觉得说你们可以该分开嘛。关于为什么读财经这件事情呢，说到底我还是一个非常喜欢钱的人类。你觉得金钱可以买快乐吗？对我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钱是最直接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99% 的事情可以用钱解决，剩下1%呢可以用钱来缓解。加上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金钱管理，虽然大学教的大多都是通识教育，但有基础的观念或许可以给我一点启发。就算最后没有成为金融业的大人物，学到的东西也能让我对之后的人生有帮助。疫情、通膨、升息、降息，全部都在我大学的时候发生。教授直接用美国联准会的新闻帮我们上课，告诉我们金融市场的动荡牵扯到政治和外交。就像现在，因为川普的一句话，全球股市就在一瞬间暴跌，在一瞬间暴涨。这个世界的变化已经越来越疯狂，但是市场永远是对的。当所有的兴趣变成你的日常，一天没做会觉得怪怪的，才是你可以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深耕或者是停止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花时间跟精力去认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先列出你所有喜欢的兴趣，观察哪些事情是你会有长期的热情，可以一直有内在动机驱使你去练习。哪一些是工作型兴趣，对我来说像是英文和钢琴，我已经可以运用我的能力去产生收入，成为家教，成为老师。又或者是哪一些是抒压型兴趣，像是健身，我只想要让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体态，但是没有想要去成为健身教练。现在没有，但是之后会不会有不知道。最后就是要找出可以结合的点。我主修财经，副修音乐系，秦岭只比我的年纪少5岁。像我这种斜杠到跨领域的人应该真的不多。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的话，拜托你在留言区帮我留言，我也是，因为一路以来我真的没有认识其他人了。经营自媒体其实就是经营品牌。商学院里面金融领域很有趣，是因为它直接对应到的是迷人又危险的股票市场，但身在江湖，行销才是手上拿的武器。Marketing 呢，边做边学是最快速有效的。如何能让客户买单又信任你，实际操作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每成交的时刻呢，都是你成就感的来源。设计你的人生，人生不一定只能选一条路走完，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就像玩游戏一样，有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全靠演技，真有道理。最后啊，就是我如何规划我的斜杠生活。必须说，有时候兴趣成为工作的时候，真的会很容易就失去热情。从小我就是读书和练琴，虽然不是音乐班，但音乐已经陪伴我超过一半的人生。我喜欢练琴、上台表演、开音乐会，但是在教琴的时候，每当学生不练琴，就会让我很不开心。所以要小心，不要让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它就再也不是你的兴趣了。财经、音乐、出国交换，再加上现在的影片创作，时间管理的关键就是排出自己的优先顺序，在接触不同的机会的过程，找到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好，最后兴趣太多怎么办？斜杠呢，不是每件事情都做，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也是一个兴趣很多的人，那是一个很棒的特质。不要着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让每朵花都绽放。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那就记得再帮我按下订阅。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拜拜。